最近被这样一段故事暖到了。一位年过90的老人来参加老伴儿的葬礼。老人年纪大了，佝偻着腰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。走到老伴儿的棺木面前，老人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，掏出准备好的手电，照向了棺材。原来老人的岁数太大了，视力衰弱，眼睛几乎看不清什么东西。他拿着手电，只为了看老伴儿最后一眼。他扶着棺材，细细端详着老伴儿，每一眼都是爱与不舍。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。老人可以看不清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一定要用力地记住老伴儿最后的样子。老人的孙女说，外公见完了最后一面后，抽了一根烟，在屋外徘徊，之后又看向天空，然后默默走回家，把大门和窗帘都拉上了。老太婆，这辈子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，下辈子还想和你在一起。2020年年初，沈阿嬷因为身体不好，被84岁的老伴张伯送去了家附近的福利院养病。每天早晚，张伯都准时来陪沈阿嬷。但因为疫情，福利院没法开放探视，张伯每天只能问护工老伴儿的情况。两位老人一辈子都没分开过，张伯哪里放心得下？但没办法，只能每次想老伴儿的时候就写下一封情书。老两口分别了80多天，张伯写了66篇老人家的碎碎念。美珍，你好，我爱你，祝您早安。整整1个月没有看到你，真的好想你。快2个月没见到你了，但好的日子就快到了。终于疫情缓解，张伯终于见到了沈阿嬷。他握着老伴儿的手唠叨个不停，你要注意冷暖，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不正常，能活动就动一动，一直躺着也不行。亲爱的美珍，我爱你。一句话仿佛穿过几十年。多少年前的那个夜晚，一句我爱你，2个人脸颊涨得通红。想起了一句话，从前车马很远，书信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江苏徐洪河大堤边的牡丹花田里，坐着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姓许。徐老说，他种了6000株牡丹，只为了纪念一个人，他去世的老伴儿。2010年是老伴儿去世的第2年，徐老开始种牡丹花，一晃过去了10年。别人以为能做出这种举动的，一定是一个很浪漫的人，但其实徐老身着朴素，一脸老实人的样子。徐老说，他不懂什么叫爱情，只记得当初娶妻子过门的时候，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很好看的绣花鞋，所以现在为了他种下了整片花田，看见花在的时候，就觉得老伴儿还在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无处话凄凉。徐老说，难过的时候就和牡丹聊聊天，就像老伴儿还在一样，心里踏实。早2年，家里人一直劝他回城里，但徐老舍不得这片牡丹花田，因为在他眼里，这片花田在，老伴儿就永远在。伦敦地铁站内，一位白发苍苍的妇人盯着过往的列车发呆，即便两鬓已经花白，但她仍妆容精致，打扮得像要约会一样认真和庄重。和匆匆来去的路人不同，老人从不着急赶地铁，就坐在那里。奇怪的是，每次列车进站，他又总会坐起身子，像是在等什么人一样。原来4年前，老人的丈夫病逝，而在生前，他曾为伦敦地铁站录过一句提示音，注意空隙。所以丈夫走后的每一天，她都会坐在站台里，等待着每一辆车来后的那句注意空隙，
仿佛声音一响起，回忆便被擦亮，两个人第一次相遇、恋爱、结婚生子的场景历历在目。但突然有一天，丈夫的声音消失了，换成了另外的女声。她无比吃惊，反复确认后，她绝望了。她手足无措地在地铁站内走来走去，每一步都是不舍。最后终于忍不住和工作人员说清了前因后果。原来40年过去了，地铁换了新的系统，丈夫的声音被淘汰了。老人不奢求能换回丈夫的声音，只求一个录音，因为这是丈夫留给她最后的念想。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。地铁公司知道后，决定把靠近她最近的一条线路改回她丈夫的声音，并且把原录音也免费赠送给了老人。《寻梦环游记》里有一句台词：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那么是不是只要我永远不忘了你，你就会永远活着？山东临沂，98岁的爷爷和100岁的奶奶去体检，到了抽血环节，爷爷偷偷地和奶奶说：我害怕。本来老两口要一起抽血，听到爷爷说不敢抽血，奶奶停下了动作，和护士说：你先别抽，等我一下，我老头很少打针，他害怕。接着奶奶伸出了干瘪的小手，捂住了爷爷的眼睛。有奶奶在，爷爷便没有了畏惧，勇敢地抽完了血。奶奶18岁的时候嫁给了爷爷，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82个年头。老两口靠在床上彼此依偎，两个人手牵着手，奶奶还像个女孩子一样把脸贴到爷爷手上。奶奶的声音依然洪亮，她对着老伴儿说：你好好活着，别走，好好活着，有你在，我就不害怕。没有你的时候，我怕血，怕痛，怕孤独，怕未知，但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不害怕。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还是轰轰烈烈才是爱，海誓山盟才是爱的意义，但看过人生百态才明白，能熬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岁月才是真。我明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见惯了出轨、家暴甚至杀妻，所以对爱情和婚姻这2个词汇已经充满了失望和恐惧。但请你一定要相信，那些白头到老的爱情，那些相濡以沫的真心都是存在的。爱情不只有出轨和欺骗，婚姻也不只有暴力和无言，更多的是2个彼此相爱的人用深情打败时间，相看两不厌。你要记住，总有一个人愿意付出一生的时间，不再让你吃苦。总有一个人能想着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你。总有一个人愿意以一辈子的情深与你共白头。